句。交错的时光里，我突然看见你所有的生命，就像是上天在怜悯，时钟转啊转，把你带到我这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缘分转啊转，把我带到你那里，一档档接个题，辗转轮回相依。节目创建初期，汪姐为我们建立人脉，打出品牌，现在说换就换，真要这么绝情吗？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他自己不要，我必须给投资方一个交代。可是汪希您是团队重要的一员，就这样离开很打击士气。如果收视率下降，可以慢慢想办法。我们可以，你以为只是王心怡一个人的问题吗？必要的时候，导演、摄影师、编导对节目收视率没有用的，我都会开掉。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花了最高的工资，当然请最棒的团队。如果他们达不到我的要求，自然要拎包走人。是什么给了你我是慈善家的错觉啊？是，我承认收视率非常重要，但至少不该忘记我们做节目的初心。石勇哥，我们到底为什么聚在一起？你还记得吗？我的初心永远就只有一个，利益。往前的路从来只有一条，如果徘徊不前，自然会被时代淘汰。节目是这样，人也不例外。你出去吧。对，你吓死我了！没有人。有人，谢谢。你打我干什么？我是自己人，你怎么连自己人都打？你真是什么人啊？真是。你还挺认真。
一下子啊。啊？就你这样的，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你组队了。今天组队了？谁呀？我吗？你真的一点团队精神都没有。说的好像你有一样呢。我饿了。吃饭呗，听我的。你好，请慢用。谢谢。再喝两杯。来，好。坐啊。我们能换个地方吗？那你自己去吃吧。打回来3次而已。我刚入职的时候被打回来好几次。啊，很正常的事。啊，来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已经很太了。这顿我请啊。你还挺大方的。陶唐说你今天心情不好，让我请你吃饭。这儿还挺热啊。是吗？我怎么不觉得？陶唐知道我心情不好，他自己怎么不来安慰我？不是你主动开掉汪姐的吗？我要尊重平台和投资商。再说了，汪姐现在也不适合我们这个节目。汪姐最大的价值在幕后，这一点你不是比谁都清楚吗？资本一直是这样运作的，先提出更换主持人，接下来呢就会提出更换制作团队，推翻文物、记忆、故事的内容链，然后呢就会邀请流量明星开发文物周边，疯狂的植入广告，将商业利益最大化。很快啊，节目就会变成 Come on 小钱钱。商业和文化，我们很艰难才能保持平衡，但它终究会被打破，这是时代的趋势。时代是什么？为什么要顺应它？人人都在顺应时代，学来学去都千篇一律。我就是喜欢特立独行，就是喜欢做艺术品，专心挽留即将失去的美丽。泛娱乐化的节目留给他们去做不好吗？又不是什么东西都要进大卖场。我就知道是陶唐给你写的。等等啊，还没完呢。大到国家、城市、建筑，小到非遗、文化产品，都需要保留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因为这里是全宇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所以不要让传承成为第二个非遗物语。这是陶唐的想法，那你的想法呢？这世界上还有我顺应不了的时代吗？我们要用观众喜爱的方式把他们骗进来。至于要宣传什么，那还不是我们说了算。这叫适当的引导。各位，开会之前呢，占用大家2分钟的时间。顾总，如果汪新宁走了，这个是我的辞职信。你想干什么？不干嘛？不成熟，天真是吗？我就看不得他们这么对你。汪姐，我和平台和投资商已经商量过了，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已经有很多稳定的观众，凭借着我们良好的口碑，已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如果我们现在学习泛娱乐化，那会损失我们原有的观众，再加上一直支持我们的博物馆也会有意见，所以我决定不换团队，更不换主持人。王姐，我诚挚的挽留你，希望能留下来。真的？行了，别搞这些，坐下，坐下说。对不起。
这封辞职信，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王姐木导情比金坚呀！规矩起哄，工作第一，其他的第二。行，继续。木导也脸红了。好了，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关于这一期的主题，阿勋，请看大屏幕。是哪个品牌的方向盘？你能不能别开玩笑啊？这是三星堆太阳轮，人家是青铜器，应该有3000多年历史。看起来是很像方向盘。哦，香炉。哎，这个我知道。网红西周路由器。去，不是我开玩笑，广大网友说的。挺像。木导，说说你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青铜器，国之重器啊，你选这个主题吧，我觉得太难了。对，我就选了一个他们不敢选，也不好做的主题。不是跟你一样吗？知难而上。我成功了。老板，办公室都能这样，办公室恋情这么明显了。严肃点，来，阿勋继续，来，我说继续，平复一下情绪，平复一下。夫唱妇随啊，夫唱妇随。不成熟。好久不见啊，于小姐也在啊。涛涛，我给你介绍，这是 Mike。Mike，this is Mr. Tao, cultural relic expert from 传承。 I've looked into your work, 传承. The production crew is fine, but I'm sorry, Yaya. 可惜什么？谢谢你的建议，10倍。You were right, Zhuan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m sure their work won't last long. Where were we? I was saying in the show, you should just be yourself. Just don't be nervous, then you'll be fine. Trust me. Hey,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I mean, the other guests are saying bring the whole crew with them hiking. That's not how it should be. Yeah, I got it. 人家都在拍摄，就你在这搞怪。这是青铜器馆，要庄重一点。就因为青铜最庄严，所以这个主题才一延再延。听说很快他们就要启程去下一站了，不能再拖了。哎，过来，你瞧。中国的青铜器有5000余年的历史，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起源地，但因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价值，在世界青铜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夏商周时期，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兵器，制造工艺也渐渐攀上顶峰，出现了无数令人震撼的青铜作品。这一时期又被称为青铜时代。比如说鼎的发展，你看它原来是煮肉与储存肉的吹器。
后有语铸九鼎的传说，渐渐成为了国家与权力的象征。哦，好嘞，拜拜。小鱼，你不接陶教授的电话，他刚才打给我，让我转告你，不要忘了你们的约定，要去听青铜文化讲座。我不在，我先谢了。我去给佳怡送份资料，你好好工作啊。顾总好。是谁之前自吹自擂，说能适应一切时代？怎么了？密集作文不会了？不想做，各种不想做呀。阿勋，有这个必要吗？念。小玉啊，你别怪我啊，这老板的意思我也有完没完？这期真的好无聊，导演是江郎才尽了吗？少部分观众他分不清导演和编导都该干什么，所以没错，骂的就是你。继续。采访的都是老古董，思维僵化又落后。你能顺畅点吗？实名推荐《非遗物语》很下饭，好好笑，主要是编剧的。你这么快，他能听懂吗？感情，带入点观众的感情读给他 ，OK？ 好好读。前2期还挺有新意的，越来越水，越来越烂。编剧是死了吗？哗众取宠的导演，生硬的小剧场，尬聊的主持人，这全给骂了。举着文化节目的牌子，想娱乐又放不下，说深刻又不行，说消遣还不够，迟早要完。跟非遗物语，怎么嘴瓢啊？继续。跟非遗物语根本比不了，完完全全不好笑。我也不想的。我就说了，刺激大了吧？把剩下来没念完的打印出来，贴在他电脑上。尊重观众的意见，才能让他提高的更快，进步的更快。不是你进步，我 iPad 废了。不是找鱼仔找，我找什么鱼仔找？我找鱼仔找，我私人财产。我说我不念，你非得让我念，你给我赔。新买的，刚买。朱先生设计了新雷峰塔和杭州灵隐铜殿。你要是谈铜建筑的话，一定绕不开这个人。但如果你要是讲宣德炉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反倒更适合我们发挥情景剧场的优势。这毕竟是我们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环节。确实还是娱乐性环节能确保收视率。看看能不能挖掘出好故事吧。小鱼呢？他怎么没来呀？他来了更方便我们讨论。嗨，小鱼。哎呀，终于出现了。于哥哥，你这干嘛呢？谢谢。我12岁的时候喝过一种饮料，能让我灵感迸发，但我忘了是哪种。你记性可真好。老让，你这是什么？苹果醋。
你刚都喝那么多了，可酸啊！我脸红了吗？呀，这都红了。你看，那，可别喝了啊！这怎么还喝呀？没事吧？跟你们说个秘密，来，什么都没有。你在找你苹果醋喝醉了吧？什么奇葩体质？哎，小鱼，小鱼，真喝醉了？喝了这么多，肯定中毒了。小鱼，小鱼，喂，孙导，鱼在找呢，怎么打电话也不接呀？找鱼在找啊？对呀，他人呢？我们在一块儿呢。哎呦，赶紧让他回来呀！喂，哟，汪姐啊，保证半个小时之内到。行不行啊，把他？要不用这个？他也不是罪犯。你没事吧，小鱼？再见。哎，小鱼，我陪你去。汪姐，我们先走了。你慢一点，等等我。小鱼。问题人物。我觉得这个刚才拍的还是不错呢。这条不。这，你怎么才来？咱都该拍下一个馆。走了。先过去了。我酷不酷炫？年纪轻轻的，耳朵还不好使呢。我在这儿呢，小朋友。对，这边，别跟随人说话。你才是罪人，我是给周天子守园的。不信，恁瞅瞅他的腿，恁瞅瞅。你就是一盘菜。头羊，你的羊角最大最美。咦，胡说八道！俺的羊角才最大最美。你们才胡说！俺的羊角最威严。哼哼，是俺的，是俺的羊角，是俺的。撒谎，散就散，散，撒谎！别吵！是俺嘞！鱼在找？干什么呢？我在看这个。你没事吧？
这个是四羊方尊。哦，商周时期以猪牛羊三牲作为祭祀，在青铜酒器中出现了以羊为造型的生尊。史学家们认为，四羊方尊先铸羊角与龙头，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铸造，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位列我国10大传世国宝的第3位。哦，这是鼎吗？这是笠，与鼎同为吹器，造型也颇为相似。但是笠拥有中空的3足。据《周礼》记载，攻者10手内，越者10手右。你看，前门的这个拄拐人，应该是犯了罪才会受到月刑，所以被罚看守贵族园林。古代人把吹器做成这样，是不是为了警醒百姓，做普法教育？你可以这样理解。仔细看它的器型，上层可以放入烹煮的食物，下层放入炭火，冒出的烟气可以顺利地从左右两侧的窗户和后面的镂空处排出。像火锅。啥？传统认为，鼎烹煮肉食，笠则烹煮粮食作物。哦，电饭煲。这又是啥？哎，陶教授，这是香炉吗？那这口怎么是外扩的呀？这傻子到底从哪儿来的？连鬼都不认识。苍天大地，女娲娘娘，这是我5000年来听到最大的笑话了。这是簋，用于盛放黍稷。碗。周礼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如何使用鼎与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至于你刚才说的赤口圆斧，属于簋的显著特征。跟我来。哎，这大鸟挺有意思的，这小花玩意儿，没想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制造工艺能那么厉害。不是春秋的啦，我都3000岁了，知之无知。这是晋侯鸟尊，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宗庙礼器，凤鸟回眸造型，大鸟回望，小鸟依偎，全身布满纹饰，凤尾象鼻起支撑作用，造型奇特，巧夺天工。因为出土位置接近盗洞，发现时已破碎成了100余块残片，经过艰难的1年多的修复，才能展现在观众面前。你看是不是很特别？俺从河南来一趟可真不容易。哎，瞅瞅俺的大兄弟没有？看这个部分。陶教授，孙导有点问题想要请教您。走吧。行，你也过来一下。这剑呀，可每天都想着能再上战场来。咱们老了，老得生满了铜锈，老得动弹不了了，再也不能征战沙场、保家卫国了。吾与自个为伍。咦，小伙还能说2句有用的话嘞？整我60，以修我容，几经几节，会此难过。国有危难，吾能再战；吾不能战，亦有来者。七月无衣，与子同袍，望于心事。
安静，安静。嘘，别吵。于德导，别吵，别吵。别吵。我酷不酷炫？年纪轻轻的，耳朵还不好使呢。我在这儿呢，小朋友，别跟罪人说话，你才是罪人，我是给周天子守冤的，不信恁瞅瞅他的腿，你就是一盘菜。欧阳，你的羊角最大最美，挺有意思。胡说八道，俺的羊角才最大最美。仅仅是有意思。那是远远不够的。你知道《飞鹰物语》这期拍摄了什么吗？他们为了拍摄民俗复原，走了大半个中国，采访到了许多有神奇传说的古老山寨。麦克居然能让你有危机感，也难怪。传统节日、24节气、神话传说，可看性和娱乐性很强，光从主题上就牢牢占了上风。我的风格是承认差距，然后干掉他们。干嘛？不是要找灵感吗？你看，哎，你干嘛去？我不听音乐会。跟我来。你之前不是邀请过民族乐团进行演出吗？跟他们用的乐器不一样。今天我们不讲乐，只论礼。世人皆知中国是礼乐之邦，其实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礼乐文化就形成了丰富完整的体系。周人将18种用于宫廷雅乐的乐器分为刨、土、葛、木、石、金、丝与竹等8种材质。他们认为，8音俱全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编钟，对，是编钟。陶教授，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好，陶教授，打扰了，我带他随便看看。好的，好的。听音色。曾侯乙的编钟我是听过的，但朱载堉是谁我就完全不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今后还要让更多的人全都知道。我希望你们能让全中国人都回忆起我们的礼乐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这里有一流的音乐家，更有世界上第一的乐器。世界第一的乐器是什么？编钟吗？嘘。近几年来，国乐是有所复兴，但总的来说，还是西乐占据上风。编钟的演奏我是听过的，很多文化景点拿来蒙蒙游客，现代演出很少用得到。谁说编钟只能演奏中国雅乐？又是谁说编钟只能和民乐团配合呢？难道你要让编钟去配西洋乐吗？有何不可呢？我知道了。哎，和我们一起守望传承。进入现代社会后，古代礼乐距离现代生活日渐遥远，而对现代音乐人来说，中华古典文化的影响绵延至今。
对我而言，有音乐、语言、歌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会把我带进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是超越时空的，里边有白居易，有阮籍。乐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不是大家理解的歌曲那么简单。礼乐是与天地沟通的，建立国家秩序的过程。传统的五音分为宫、商、角、徵，分别对应的是君、臣、民、士、巫。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而人是要表天地之意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听到的礼乐、雅乐，它就是每个朝代的国歌。礼是距离，我们一见面，哎，好久不见了。它有长辈尊幼，心心相合，为乐也。这个心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状态，是心与心相合的一个境界状态。在这些古老的乐器上，是我们今人可以和古人精神上来往的途径之一呀。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审美被西方模式所取代了。中国人的音乐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它和绘画、诗歌是相通的。我从16岁开始学习音乐，最后还是发现阮这个乐器里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有诗，有画，有留白。叮当琳琅花色香，灯将玉桨钟表唱，词曲放满腔，歌词顺了响，同饮着一条江，各泛出几层浪，分装如霜，披披望，明堂徐香为红墙，钟鸣有两方，飞舞八曲敦煌，在古人的地方塑造谁的模样，有一声长语出千古绝唱，让专注将面